所以我不想让你跟我感受到同样的遗憾。你千万别放弃，我也不想看到，因为你让盛年那样的人得到权利，那样受苦的不就是病人吗？你记不记得，在天台那天你说，这么多年我一点都没有变。嗯。但其实一直没有变的人是你啊，你一直是那个纯粹的理想主义者，一直是我喜欢的样子。周主任，不要下桌，你一定要带着我的理想，一直坚持下去，好不好？小峰啊，我听说安培那边的业务有调整了。是。欧阳经理现在已经不负责动力，跟咱们医院没有关联了。哼哼，太好了。我还是那句话，你是有着超越同龄人智慧的人，前途无量啊！啊，谢谢王院长。首先非常感谢院领导们对我的信任，把这么重的担子交给我。我也明白您上次提到的，技校是科室还有医院的生存需要。但我相信您也会同意，科室建设、学科发展、科研还有人才培养，都应该从长远去看，而不能急功近利。所以想跟您商量，能不能给我一段时间，让我用自己的节奏去发展科室？我当然同意。谢院长。既然任命你为科室主任，那我们都是信任你的。我还是那句话，有任何困难，随时来找我。我的门永远向你敞开。谢谢王院长。合掌。哇塞，这么好吃，我还得再吃一个。黄医生，你少吃点，不减肥了？我不减肥。谁请的下午茶这么多？林主任刚送来的。园艺啊？我们科的同事们呀，都要被林主任给喂胖了，真的是做梦也没想到，我们重症科有一天竟然可以得到心外科的头位。我说呢，上次为什么林主任会主动加我微信？我们重症科挖来方医生，还附赠了一位心外科的专家，赚大发了。是啊，咱们以前心外会诊那都得走流程，林主任呢忙着做手术，很少过来。现在好了，咱们一个电话甩过去，林主任闪现了。方医生，咖啡、奶茶、三明治，你要吃哪个？我先不吃了，你们吃吧。那我们可就不客气啦。一会儿就没了，被我吃完了。我的最爱，来一个。你给我一杯奶茶。这个。咖啡。咖啡啊。谢谢奶茶。你最近怎么这么闲？我把飞刀停了，不出差了，酒不喝了，牌不打了。为什么？我想找回原来的林毅。好吃吗？好吃，你吃吗？
发现的。哎，莫姐，食堂那家海鲜砂锅不卖了吗？这不是咱食堂的，门口那家麻辣烫，你吃过吗？我吃过，我经常去。现在开始卖海鲜砂锅了，琳琳给我带的。我这儿的。真的还挺好吃，你看它，吃的停不下来了。老板，给我来份海鲜砂锅。王叔，不好意思啊，海鲜砂锅卖完了。你怎么在这儿？我来吃麻辣烫啊。老板，那个虾再给我加一份。老板，有人找你。啊，要虾是吧？哎，小林啊，你那虾还有吗？给他加一份。你在这做饭啊？医院的食堂海鲜砂锅不是关门了吗？我就想着有人喜欢吃，所以就在这儿做。但卖完了是吗？鱼丸砂锅，别的食材都卖完了，但鱼丸我备货备了很多。味道怎么样？还不错。是吗？本来我就是先想试验一下味道怎么样，等海鲜砂锅味道成功了，就给你送过去。但没想到一开始就很成功，就都卖完了。真的假的？是啊，刚才老板还问我呢，是不是有什么秘方？你今天不忙吗？我不忙，我就手术室里那点事儿。做手术已经很累了。不累，跟你没法比。你每天在重症科、心脏中心两边跑，你更辛苦。我还好。你总这样，不管多累多辛苦，都说还好，没事儿。以前我也真傻，真以为你不累，但现在我才知道，你是一个人默默承受了一切，你也会累，也会没电。小冉，以后如果你再没电的时候，你可以来找我。找你干嘛？找我给你做海鲜砂锅呀，我做的那么好吃。还是鱼丸砂锅？都行，你想吃什么就砂锅什么，砂锅一切。反正就是为你做的砂锅。吃了几个月降肺压的靶向药，之前的医生说，我吃药之后有好转，是个手术的窗口期，但是这里的医生
都不建议我做手术。心内给他做了心导管的检查，发现他肺血管的阻力已经到了临界值，如果现在再做修复，获益证据不够。那我在医院等你们，咱们见面聊。好，拜拜。打扰一下，我是心脏中心心外科的主任盛年。盛主任您好。你好。来喝水。好，谢谢。谢谢盛主任。盛主任，周主任和林主任说，视缺修补之后，我可能会急性右心衰，不建议我手术。说的没错，但是呢，还有另一种手术方案，可能和传统的不大一样。还有其他办法？就那个杨教授啊，你和他竞争这个心衰协会主委啊，你就得出大招。你说咱们这心外科手术，论技术等级的话，本来就没有什么量化，那现在把这个常规的手术再拿出来做一做，那还能当出什么水花？你得找个机会秀肌肉啊！我不把这个洞堵严实，在给你做修复视缺的时候呢，我会在补片上做一个活瓣，留点余地，这样就避免了重复手术。盛主任，您之前做过这样的手术吗？当然，做过好几例。同时，我可以在之前的基础上再做一些改进，力争把这个活瓣做得更完美。盛主任，那您之前做过的那几例病人，他们恢复的怎么样？如果我做了这个手术，以您的经验，1年后的这个时候，我能正常活动吗？当然了，我没办法保证你长命百岁，但是1年绝对没问题。接受手术的病人里面，年龄最大的已经出院2年半了，恢复得很好。前2天还给我打电话，说跟老伴在云南旅游呢。我一向主张，术后病人不但要活着，还要活得好，活得有尊严，而不是像现在这样一动就穿。你想啊，只要视缺一直在，那病根就在，靶向药的剂量越用越大，效果越来越差，而且这个药也不便宜。对，现在每个月自费都要2000多呢。说实话呢，这个手术的风险很高，一般的医生不愿意提，更不愿意做。现在说什么防御性医疗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但你看我的专家门诊，月月爆满，天天刀都开不完，所以呢，我有底气去面对这个挑战。同时，我也不愿意看到你失去希望。当然了，我只是提供一种选择的机会，要不要把握，就看你们。谢谢盛主任。林主任，林主任，你们为什么来心外的病房？哦，我转到心外这边做手术。做什么手术？做一个带活瓣的修补手术。谁给你做？心外的盛年主任。刘小丽，这个床啊，来了。林主任，我先过去了。这怎么回事？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见了盛主任，就执意要转心外，小叶没劝住，我也是刚知道。好的，谢谢。放下东西，我扶你们上床吧。这肺动脉高压是世界级的难题啊！如果手术被证明是有效的话，咱必须好好宣传。宣传的标语我都想好了：肺动脉高压病人的新希望。主任，意义重大。没错。您为什么突然要给尤小丽做手术？有问题吗？
他现在的身体状况根本不符合手术条件，不管是做视缺的修补，还是用活瓣，都没有任何意义。怎么就没意义了呢？我那几个病人活得好好的，我一直有追踪随访，我的病人我了解。风险太大，每个病人的情况是不一样的。女性的肺动脉压本身就比男性更难降，她现在 QP 比 QS 1.5，肺高压是不可逆的。他之前服了靶向药，已经降了一些了。你说不可逆，这个结论太武断了。我认为还有一定的几率是可逆的。有多高？您认为手术成功的几率有多高？你注意你说话的态度。在东丽医院，没有哪个科室的下级给自己上级的手术方案。在病人面前，没有上级和下级，只有最有利的手术方案。那哪个手术风险不大呢？任何一个新的术式一开始就带一定的实验性质。每个病人都是活生生的人，不是你实验室里的试验品。喂，哎，好，哎，马上来。那个主任，急诊那边新收了个病人，情况比较紧急，马上要开台，我们就先过去了啊。我的会没开完呢。手术室没了，你们就转不了了是吗？你觉得这手术做不了，那是你的事儿。这里轮不到你说话，出去。还有，我警告你们，不要故技重施。继续开会。要不你去找院长？找院长也没用，盛主任现在一口咬定对手术有信心，跟院长说没有意义。而且关键是有小丽，只要他坚持自己想做手术，咱们就一点办法都没有。那你再去劝劝他。你也知道他有多固执，咱们劝过他那么多次，他都不听，现在估计也不会听的。找小然。现在最核心的就是有小丽自己的意愿。好的坏的我们都说了，他就是不听，所以才想到要找你。如果确认他本人是充分知情的话，那一会儿我就问问他为什么这么坚持。进吧。周主任、林主任、方医生，你妈妈呢？我是代替我妈妈过来的。先坐吧。来，谢谢。关于你妈妈的手术，我们还想再跟她聊一聊。我知道你们都是为我妈妈好，但是她已经决定了，我也会支持她做手术。为什么这么坚持啊？妈妈是一个很热爱生活、热爱自由的人，她平常都能留意到生活里别人注意不到的东西，她就喜欢走走逛逛，亲近自然。但是现在，大部分时间她都只能待在家里，哪儿也去不了。她现在已经没有生活质量可言，我知道她很难受，而且她还有一个最大的愿望。就是明年，她可以不用靠人搀扶，像一个正常的妈妈一样，自己走上台去参加我的成年礼。这是我跟女儿的约定。琳琅，做不做手术我们只能建议，当然最终还是由你们自己决定。但我就想知道，盛主任有把手术的风险利弊明确的跟你说清楚吗？盛主任都跟我们说清楚了，
他说手术风险很高，很有挑战。但他和我一样，懂得妈妈想做手术的原因。妈妈不想有遗憾，我也不想她有遗憾。她希望能够有尊严、有质量的活着，哪怕只是1年。我支持她，就像妈妈书里的那些小动物一样，她笔下小小的朋友们，都是平常我们留意不到的野生物种。因为我妈妈说，再小的生命都可以过得很精彩，都应该被看见。小小和他的好朋友们参加了浮游盛大的宴会。浮游的生命极其短暂，成年的浮游只能活几个小时，最多也就几天。但是在阳光下飞舞的它们，也拥有美丽的翅膀，优雅的姿态。所以古人说，浮游朝生暮死，犹有羽翼以自修饰。它们为爱而生，哪怕如此渺小，也活得无比灿烂。病人和家属都这么坚持的话，我们也没有办法去阻拦了。那怎么办？希望盛主任的手术出奇迹。只能这么想了。不好意思啊，让你白跑一趟。没事，总要努力一下。我以后还有手术。他为了尤小丽的事儿，跟盛主任大吵了一架。果然还是吵起来了。我感觉他好像渐渐恢复到原来的样子，一心只为病人，眼里揉不进沙子。我想找回原来的林毅。你呢？怎么样 ？ICU 那边还顺利吗？比想象的顺利，季主任还挺关照我的，每天遇到一些新的挑战，还挺有成就感。那就好。我去 GICU 看一眼，然后就回去了。嗯。是吧？19床是吧？这儿对对对，19床！哎，快！哎，小丽，大姐、二姐、三姐，孩子睡了啊，他太困了。哎，我还以为你们下午才能到呢。哟，你二姐着急啊，凌晨5点就给我打电话了，这催着我来。那我着急，我一宿没睡着呢。哎呦，你干嘛？小丽，你什么意思？你现在才跟我们说啊？你长本事了是不是？你又想一个人硬扛？行了，孩子睡觉呢啊！好了，孩子醒了，林郎醒了，你看看谁来了？大妈，哎，妈妈，哎，三妈，哎呦，辛苦了，都瘦了。黑眼圈也出来了。大姐，好了，不哭了啊，不哭了，我们都来了啊，这下不怕了啊。刘女士，民事信托协议和议定监护人协议，3位也都已经签好了，3位共同监管，并按照约定的计划，支取监管账户里面的费用，用于支付您女儿以后必要的生活所需，以及医疗和教育费用。未来如果出现您无法自主做出医疗决策的情况，与之相关的所有重大事项呢，也都可由3位共同商议决定。好，辛苦您了，朱律师。不辛苦啊，公证人员下午到，约的是3点，那我就先走了。好，谢谢啊，谢谢啊，再见，下午见。真好，这10几年了，每次在最难的时候，都有你们陪在我和林郎的身边。你说啥呢？你再说这种客套话，张嘴。对，张嘴就是。客气什么呀？慢点。哎呦，大
妈、二妈、三妈，妈妈一会儿还有检查，我先陪她去做检查了。哦，那我们一起去。不用，你们先歇着。每次只让一个家属陪同，他都轻车熟路了。哦，正好我跟琳琅说说话。行。最近你的微博下面有好多留言，都在夸你的新书好看。是啊，第2套才刚出版，读者就已经催第3套了。多好呀！有那么多人喜欢你、爱你，妈妈，你就是全世界最可爱的大宝贝。大姐，这个是从云南运来的蓝莓，拿去吃。这平时多亏了你们照顾小丽她们母女俩。应该的，住院嘛都不容易，大家互相帮助。就是，你也辛苦了啊。没事，怎么又是你们几个？阿姨，小丽呢？琳琅呢？您找他们有什么事儿啊？哈，你这话问的就搞笑了。那一个是我女儿，一个是我孙女儿，我找他们还要向你申请？哎呀，好了，莫名其妙。人们常说，养儿方知父母恩。我反而是有了你之后才知道，父母真正爱孩子应该是什么样子。也终于承认了，我的爸爸妈妈不爱我。因为当了你的妈妈，我才真正感受到，无条件的爱一个人和被人无条件的爱着是什么感觉。养你的过程，就好像把我自己重新好好养了一遍。所以呀，不管手术结果如何，妈妈都不会后悔的。琳琅，妈妈有没有说过谢谢你？谢我什么？谢谢你来当我的女儿啊！我会照顾好我自己的，妈妈，你也一定要闯过这一关，我们一起加油好吗？好，我们一起加油！来，律师联系我了，说小丽给我和他爸留了必要的遗产份额。哼，什么意思啊？我们缺他那3棺2枣的，我女儿的血汗钱，我也不能让别人惦记。阿姨，我们不是惦记小丽的钱，钱是给琳琅的，我们只是共同监管。他傻，我可不傻，他们家人还没死光呢，我不会同意的。那你不同意没用啊，那法律条文已经签好了，给你一点都不错了。我告诉你，换成是我的话，半个子儿都不会给你留。我跟你说啊，我们是他的亲爹妈，我养了他23年，难道养个白眼狼？你好意思说自己？你好意思说自己是亲爹妈吗？啊，人家养个小狗小猫生病了，不得去个宠物医院吗？小丽从小就有心脏病，你管过吗？那是我们不懂，你老翻这些旧账，那有意思吗？那小丽刚出月子就离婚，她自己生着病还带着个奶孩子，啊，有多难？你是当妈的，你不懂吗？还有啊，琳琅1岁多的时候发烧都抽筋儿了，小丽实在没办法，哭着给我打电话呀。娘俩都烧到40多度了，那救护车来了，一车拉走2个。你们亲爹亲娘在哪儿呢？你们知道他们这些年是怎么过来的吗？谁让他那么倔呢？好好的日子不过，非要离婚，爹妈的脸都给丢尽了，还不是你们找的好女婿啊？2个女儿，一个嫁给有钱的，一个嫁给有钱的。你们这种当爹妈的，把孩子当工具，啊，当资产。你唯独没把他当个人，没出院子就打人。小丽想离婚，你还不让？我告诉你，有我们在，你别想再操控她。就是。干什么？我的天哪！就让他坐着。阿姨，我的天，好不容易把他带大的。阿姨，您听我说，您不能在这闹啊，您会打扰别的病人休息，好不好？你别碰我啊！我告诉你啊，我一生的病，你要碰我，我就躺你身上。没人碰您，阿姨，您先别着急，您看这样也解决不了问题，是不是？有什么事儿您跟我们好好说，行不行？没法好好说，你俩是医生对吧？是啊，
我告诉你们啊，我是尤小丽的妈，她的手术啊，没我的签字，没我同意，谁都不能做。你们要谁给她做了，我跟你们没完。外婆，妈，小丽，你别动气啊，别生气啊。我没事，你们放心。尤女士您好，朱律师，您好。您看清楚了，这位是我母亲。根据我之前跟您说好的，留给我父母的份额，如果他们没有异议，就按协议履行；如果他们要闹，无论是撒泼还是上诉，就取消给他们的份额。他们自己有生活来源。还有，为了保护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，禁止他们探望我的女儿。好的，我明白了。那我就再起草一个补充条款，也请您和您的朋友们留意收集和固定相关证据。好，谢谢。你也是当妈的，你也有个女儿，你这么对我，你女儿都看到了，以后啊，有样学样。我的女儿怎么对我，取决于我怎么对她。一代管一代，我和妹妹的人生已经被你们操控了。我的女儿绝不会再任由你们摆布。妈，你以后别来了。看什么看？有什么好看的？散了吧，散了吧啊！回吧。妈，你还好吗？谢谢乔医生。尤小丽啊，现在我们开始麻醉，然后你不用担心，睡醒了就好了啊。开始了啊。真的很怀念大学的生活，那是我人生中最快乐的4年。但没想到这一眨眼，我们都成妈妈了。那你也是最年轻的妈妈，多好呀！我们都毕业20年了，都还没散呢。哎，你说什么呢？再过20年我们也散不了。哎呦，等我们成，小点声。等我们成老太太，我们去环游世界。哎，坐游轮，你不是想坐游轮吗？啊，那可是坐游轮环游世界。你走得动吗？那必须。琳琅挺懂事的，生活自理能力也强，就是现在有点小。再过2-3年，再过2-3年就好了，她就能更好的照顾自己了。你着什么急呀？这琳琅会慢慢长大的，到时候啊，咱们都在呢。就是，再说了，琳琅一直是我们的孩子，对呀，对吧？你呀，啥都别想，把心放肚子里，好好做手术。你做手术这段时间，我们帮你照看孩子啊！你放心，有谁敢欺负他，我们3个一起给他出头。你一个人就够了。也是，你们3个要一起上，我不担心琳琅，我担心对面那个人。那肯定。
咱们在学校时候可是著名的4大美女，咱们223四大美女拍张合影吧。行，4朵金花，来。啊，谁在这儿呢？老三姐拍的好。对呀，来，哎呦，慢点啊！好嘞，来，准备好。1、2、3，加油！病人尤小丽，45岁，行视觉修补，主动脉瓣换瓣术，手术顺利。还换了主动脉瓣？我记得术前检查病人是中度泛流。术中食道超声发现反流已经中度。副市长，一氧化氮给他多吸一点，别太早拔管，24小时内深度镇静，24小时后让慢慢苏醒。明白。我排了班发到群里，大家回头都看一下。这2天保证每时每刻都有人在尤小丽的床边，每小时的数据和照片都同步到群里，我在那边也能看到，大家第一时间共享，还要总结对比。明白。放心，方老师，今晚我就在这儿守着，哪儿也不去。我在重症科值班，有什么事情打给我，我第一时间过来。好。感冒了吧？哎呀，可能有点着凉了。哎呦，大妈，你就是感冒了，你得把自己照顾好了。没事，水也不喝。我给你带了药了，大姐，你一会儿就把药吃上。今天晚上我陪你回去好好睡一觉去啊。哎呀，谢谢啊。盛主任说了，妈妈手术情况挺好的，你们都请假出来这么久了，不能一直这样啊。你们都回去吧，我一个人就行了。那怎么行呢？哎呦，行了，你们都住得远，你们都回去。我本来就住在东江的呀，最近啊，我就跟琳琅轮流着来就行了。你们都回去啊。琳琅，你照顾好自己啊。哥，你怎么了？电话里那么激动？我刚碰到季主任，突然有了一个想法。咱们心肌病基因课题不是一直生不下来吗？那如果我们不从心脏中心这条线走呢？你是说从重症科走？对呀，重症科那边实验室还有其他资源都是齐全的，只要季主任愿意支持，那王院长也不好阻拦。好主意，这个主意太棒了。你怎么在这儿？我一直在这儿。吓我一跳。我也觉得可以，那就由你来牵头。但我有点担心，我只是一个主治医师。这有什么好担心的？你是优秀的主治医师，方医生，我支持，我加入。我们需要他吗？你除了会开刀还会干什么？我会的可多了，我跟你说，我都是默默付出，是不是？那我去准备申请报告。我去跟季主任沟通。我去看看有什么是我能做的。熬粥。小杜，怎么了？好，马上过去。小杜，方老师，主任，情况不好。一开始在呼吸机和一氧化氮的支持下，他的各项指标都挺正常，肺动脉压也有所下降，但是拔管之后，氧饱和度就一路下降，心功能也越来越差。我们给他上了高流量吸氧，但是他的氧饱和度还是不能恢复到90%以上，血压也快撑不住了，右心衰竭严重，已经变成右向左分流。他的胸片和痰分氧提示他的肺部有感染，包满不动杆菌，我们使用了抗生素，但效果不好。急性右心衰，该来的还是来了。那接下来怎么办 ？ECMO， 等待心肺移植。但谁也不知道供体什么时候才会有。心衰这么严重，上了 ECMO 效果也很难说，只能走一步看一步。盛主任来过没？术后交接了就没有再来过，电话里问了一句，
就让我们密切关注。病人的情况很危急，我们担心他可能撑不了几天了。他已经签了同意书，供体也登记了，麻烦你了，郭老师。我明白，周主任。我们一直在盯着，只要有供体出现，我们会第一时间通知你们中心。好，谢谢。多少次抉择，不过是在兑现一场梦。当初的执着，像一首还没唱完的歌。我回来看看世界，还有多少善恶在焦灼。你在哪儿，我就知道，风雨只是经过。赤子的心跳，从来不曾示弱，一双双手缝合在破碎的星河。那数过的伤口，触摸过的黑暗，还是我们哭过，去世就要微笑着。赤子心跳就是需要人把棱角留在最后顽固的紧握。逆光划破黑夜，我想总有一个你会治愈我。最怕的不是路太远，是忘了为何活。赤子的心跳，从来没有如果，一双双手缝合在坠落的花火，用全力去拼搏，才听懂那脉搏，来是我们颠簸，去是命运都开阔。赤子心跳就是需要人把拥抱留到最后，也不染成垢。世界再多路口，我想总有一个你会并肩走。新的故事要说。